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王23岁，来自河北个体；女嘉宾小张23岁，同样来自河北微商。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说你们俩的相识是拼车的时候认识的是吗？啊，对。这拼车的时候怎么就啊？那当时拼车完了的，他在上头来着，回来他都跟我要微信号来着。啊，当时看他长得挺好看的，回来完了，哎呀，都把微信号要了，然后就开始联系是吗？对。追了多久就变成女朋友了？1个多月吧。这个1年多了是吧？没有安全感是吧？我都觉得他第一开始挺好的，第一开始要我微信的时候特别痛快，挺老爷们儿的办那事儿。完了，你看他长得还挺黑的，我那时候看着挺血痕。喜欢这种样的哈他们怎么问你要的微信号？你觉得特爷们儿啊？就他当时拿那个二维码，手机二维码都直接递给我了，给你扫我吧，这样着，我都让我扫他二维码。我想了想，可以挺好。哎呀，你喜欢这么装的哈，扫扫吧。现在呢？现在不爷们儿了？现在反正办的有一些事儿，我不太认可啊。就比如说，你看他这个眉毛，纹的跟蜡笔小新似的，你看那是啥呀？你纹眉了？现在男的纹眉的不是很多吗？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干这个的然后吧，本身我眉毛是那种半截眉，就是后边很不显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纹完之后眼睛可能会显得大一点吧，然后精神一点然后我这不也想的是，你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对吧？男朋友帅一点，不也是给他长面子吗？你给我长脸，你办点老爷们的事儿啊！他纹眉毛还不算，主持人他们朋友前一段时间结婚，一个男性的朋友完了，结果人家结婚需要去做这个激光腿毛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他也想去整这个腿毛。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整腿毛去，这不都是女的干的事儿吗？你说恶心吧？不是，那不是，那我看人家整完了效果挺好的呀。再说了，他整完了，我看着效果挺好，而且也挺好看的，人家都没说啥。你都说主任都整个腿毛这么大点小事儿，他呢，他跟我说，你整没整啊？我没整，他跟我说嘛，他说我腿上要少1根毛，他就跟我分手。我要是不这么跟他说，他肯定坐下了，对吧？那你说都这么大点小事，他都非得跟我闹分手，那至于的呗？这确实不至于，确实不至于，没什么嘛。现在的男人不是好多都这样吗？他这个眉毛，我说实话看着真忒恶心。没什么呀，我觉得纹完挺好的。这个咱们别说了你说主持人，你接受了一个男的给你打电话，都是给你撒娇干啥的，娇滴滴的那种，你接受了吧？你问我呀？我肯定接受不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他给你打电话，你给我打电话问我媳妇儿，你晚上睡觉要多盖点被晚上吃饭了吗？你说一个男的跟我撒娇，你说我听不下去，你明白吧？我都觉得这不应该是女的干的事儿吗？主要是我俩不是总打架吗？这一段时间，我说我们俩人关系现在挺不好的，对吧？我都放低自己的姿态，对吧？稍微贱不搂嗖的跟他，对吧？道个歉干啥的，哄他。那回来你说完了，我哄他，他还不乐意，完了又嫌弃我这个，又嫌弃我那的，都是现在我干啥他都看着不顺眼。你哄也换一种方式，对吧？这个那啥叫换一种玩意儿？我告诉你，你现在你都是一外头有别人了，你现在你才这么说我的。啥叫我外头有别人，你外头才有别人呢？你外头没别人，为啥那回看你手机不让我看呢？你看我手机，你侵犯我个人隐私，我凭啥给你看呢？那咱俩这种关系，我侵犯你啥隐私了？那我明儿我要拿手机不给你看，你乐意呗？说的好像你说主任，我们俩你说他原来他不是干微商吗？他是卖减肥药的。这半年，然后又接触到那个健身房这一块然后卖那个什么蛋白粉啥的他健身房一般客户不都是男的吗？然后没说原来他给女客户送减肥药的时候，我没见他从外头吃过几顿饭。这回一接触男客户了，动不动都是我给客户送东西了，然后我今天晚上不回去吃了，或者咋着，他总跟男客户在外边吃你说有一回我俩在他们家吃饭。他上厕所手机没拿，都在桌子上撂着，我都刚拿去了我拿去了，刚把手机打开，还没来得及看呢，
他都跑出来了，都跟我抢手机。那你说他也抢不过我当时肯定不愿意给他，因为他为啥这么激动？那你看到什么了吗？我还没来看，他就跟我一直抢嘛。我们两个抢的时候我也没法看呢。然后回来没说，这完了人家干了啥事儿了？在我们那个抽屉里拿了一把剪刀出来了。完了这么没说，那你给我呗，你给我呗。把剪刀放在你脖子上，放在他脖子上，都是说你把手机给我，你不给我都不中，杰哥啊，没说他跟我整这一套。那你说手机里没啥，我都说为啥不能让我看呢？你都为啥这么大反应啊？那我要是不拿剪子吓唬你，你能把手机给我吧？不是，你要是没事你为啥不让我看？本来也没啥事，我都认为这跟人家聊聊天啥的挺正常的。那你跟谁聊天去？跟我们健身房里一个一块锻炼的呀。那你肯定是撩啥的，对吧？你都是不愿意让我看呗，你还是有事儿呗。反正主持人，我认为这我聊啥的挺正常的，主要我都跟人家聊聊诉苦啥的，因为最近我俩这段时间不总打架嘛，都吵得比较厉害，我都跟人家诉苦。但是我都是觉得他说的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往重点里说，我听听。重点是因为他现在办的事儿都特别不老爷们儿行，你说他办了什么事儿？比如说有一次我不是干微商的嘛，有一个胖姐姐在我这拿减肥药她说吃之前是160斤，吃完之后呢？然后吃完之后她说长到165斤了。哎呀，那这都不可能，我们吃的都挺管事儿的，我都觉得她都想讹我让我把这个减肥药的钱退给他退给他还不说，还想让我再多给他1000块钱。是啊，人家长了5斤呢。那这不都是想讹我吗？完了回来我一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都说好话呗我还给他送了点小礼物还不完他还打电话骂我完了还把我的微信给我恶语举报了这还不算完。有一次打电话，他还让他们对象也骂我都是骂的挺难听的，他都在我边上着，我让他接电话他都不接，他不敢接，他说那我接电话干嘛？我啥叫不敢接？那我接有用的人，他骂你呢，你说我接过来他骂我，你说再说了我一个老爷们儿，你说你们女的事儿我跟人掺和啥？你们俩自己解决得中来呗。那你也不能这么怂啊，你都看着你媳妇儿在那挨欺负是咋的，人家老爷们儿都已经帮忙了。再说了，人家那男的说了跟我说，他说我知道你发货的地址，咱们电话里要是说不清楚，咱们都是找个饭店哪儿坐下来，咱们谈谈这事儿。那我一听，一个男的招呼我出去，我也害怕。我琢磨那中，我说那我都招呼着我们对象，我说咱们找个喝咖啡地儿，我让他们坐下来谈谈。完了回来我都让他跟我一块儿去他不跟我去都，还让他们朋友找个5大3都假扮我男朋友。你说他怂呗？这假扮我男朋友跟我一块儿去，那不是？那你说我长得挺收溜的，我去管啥用啊？那你说我找我们朋友去，我们朋友长得块儿特别大那种，膀大腰圆的，我琢磨那儿去了，对吧？你对面不吃亏，不挨欺负啊？那我想要的是我对象跟我一块儿去。不去了吗？没去吗？最后是把钱赔给人家了。你说是他是我对象，还是他们朋友是我对象啊？对吧？就是他说让他朋友去，你就不让去了，是吧？那我觉得他让别人跟我一块儿去，他也不是我对象，我琢磨着把钱给人家赔了得了，这事儿都这么过去了。完了这事儿吧，还不算完，还有呢。这事儿我都更委屈了，你知道吧？都是吧，有一次我搬家，我在外边租的房子，回来呀，我有挺多鞋，女孩鞋多不挺正常吗？回来他帮我搬家去，都把我这2摞鞋都给我放在楼道里边了。结果刚我出去搬去的时候，我这鞋都丢了2摞鞋呀，那是我所有的鞋都在那儿呢，我都挺稀罕的。我都拉着他一块儿上物业跟我说调到监控，咱们看看谁拿走的。结果我俩都一块儿去了，到物业那块儿。物业的都说那个监控没开着那他一说没开着，我都着急了嘛。你说我物业费啥的我都交着呢，完了结果你跟我说你监控没开着，都这么过去了，那我物业费交着干啥使的？你们都白拿钱挣的是咋的呀？对。当时我情绪我都挺激动的，我都把他们桌子上的东西我都给扔到地上去了。呀，你是真厉害呀结果完了回来。人家一帮男的都往外都怂我，那意思都是我们不管这事儿，你出去。那你说他认为我对象他都在我后边，看着人家怂我，他也不说话去。那我说话，我当时我没拉着你走，
我说了，我说你都别在那儿跟人家磨叽了，你说你磨叽半天有啥用呢？人家都告诉你了，监控没开着，你到最后磨叽到最后不还是没有结果吗？鞋不还是丢了吗？你监控你不帮我找去，你倒是说你街边邻友的，你给我问问去准中吗？1层4户呢，剩下那3户你敲敲门去，你问问，你问问，你说我媳妇的鞋在哪儿呢？咋了啊？那我咋问呢？你说突然间有人敲咱们家门了，一开门上来问你，哎，我媳妇鞋呢？你看见了吗？那不精神病吗？你连敲门你都不敢，一个大老爷们儿，你都怂成这样是咋的呀？跟你说呀，那一说没人谁看见了，肯定看着你了，跟你说，哎，小姑娘，你那鞋在哪？是谁拿走了？人家肯定跟你说，用了你上赶着问了。你说都怂成这样了，你主持人你看看他现在这个体格子都这么小，你看人家健身房那个5大3粗那个肌肉啥的，站旁边多有安全感呢，对吧？我都说我带着他上健身房练练去，结果我就带他去了，然后到那儿了。你知道有那个哑铃吧？有这么大的，还有更大的，一圈一圈，它不是往上摞的那样式的吗？结果人家都拿的那最小的在那，就这样，就这样，都跟招财猫一样，从那块儿这都这样式的比划。我当时我都看不下去了，一个大老爷们拿最小的，回来我就走了。他跟着我走，回来到这边看看这边的器材忒沉，看看这边的这忒重，这边的这个正面这拎不起来、举不起来的，回来他都上跑步机那儿去了啊。跑步机那块太逗了呢，人家那块都是在那块跑步的，他都把那跑步机调的最慢，一边走着一边看电视。那你说你跟我一块锻炼去了，你有点上进心中不中啊？他都敷衍我。那啥叫敷衍你？那你天天做会长你不上班吧？那你知道我呗？我上班看一天店我多累的呗？我回来完了我有多大精力跟你上健身房啊？你都没有考虑过我，你知道呗？为啥我说他出轨啥的？你说我们两个从马路上走着，马路上的男的他动不动的给别人打分，咋打分都没说。一看这男的，哎呀，一说这男的腿忒长，哎呀忒好，哎呀给多少分。一看别男的，哇，这男的胸肌真大。你说我们男的在一块讨论女的吧，那属于理所应当。你说你一个女的，你讨论男的啥意思的？啥叫你们男的讨论女的都理所应当啊？你知道啥叫公平社会吧？为啥都你们男的可以就说看女的，为啥都不行？我们女的看看男的有多好啊？那你看不？你说你看，你总跟我说是啥意思啊？我跟你说，那是因为我想让你跟他们学学，你改变改变，学好点不中？本身我都这样人，我为啥要改呀？你本身你一开始你哪天直接找那样的去？到现在没说，你现在不都是外头有别人了吗？你到哪儿你都嫌弃我。别说我有别人，你才有别人呢。好，主持人，我跟你说，我现在都觉得他现在不是，这都不是重点，我都是觉得他不能给我安全感。刚才说的那事儿，我都想哭，我都觉得挺委屈的。明白了，我很好奇，问问啊，你真觉得这个男朋友就是要替你出头打架的吗？不是说让他帮我出头打架，但是遇到事儿了，你是真觉得他不能带给你安全感，是吧？对。好，监控的事儿，你刚才说的确实是你真实的想法，是吗？对呀。那我想问问，如果你处理这个事儿，你会怎么处理啊？我肯定也会去问呢。然后呢？那我问完了，人家说监控没开，那你没开呢，我有什么法啊？那你就活该认倒霉呗。你把现在的原因全部推到女朋友身上，认为她是跟其他的人好了，所以她看你不顺眼了，是这意思吧？对呀。好，女生是觉得你男朋友在处理一些问题上面实际是没有办法，所以你觉得没有安全感，是吧？他刚才也说了，说让我活该认倒霉吗？行，这对情侣应该怎么走呢？听听老师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很明显吧，这个女方心里有别的人了。我真没有。肯定有。真没有。你是按照你理想当中的那个男人去打造他，而你现实当中的男朋友和你理想当中的男朋友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说的那个人就是那一个。但如果真的是通过你的努力还是无法达到你的目的的话，那真的就有可能你理想当中的虚拟的那个男朋友的形象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男朋友担心也不为过，对吧？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有一个担心，你也说到说，哎，你希望找一个人能够保护你，你也提到说自己没有安全感，但其实在你的心里面呢，你的安全感来自于其他人的保护，但其实也源于你自己的敌对心理。你觉得
卖减肥药没有达到目的，人家要退费，你认为是讹你，但如果我作为用户，有可能我觉得是维权，就看你是怎么定义这件事情。在物业里面，人家明明没有监控，那就是没有，那么你摔了东西，再哭再闹再吵，最终还是拿不到结果。你这种敌对和敏感的状态，就激发了看很多事情的不顺眼，包括现在对男朋友的不顺眼，所以你爱生气，爱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你自己心里也不痛快。但是反过来讲的话，如果你的男朋友真的像你想象那样子，他能冲在面前真的去战斗的话，你不觉得他会给你惹祸吗？对不对？但我恰恰觉得你的男朋友目前他用这样的方式没有去那么的冲动，我倒觉得帮你缓冲了一些极端行为。当然我也反过来说，男生有一个问题，他真的需要肌肉男吗？其实他要的不仅仅是外表的肌肉男，而更多的是在整个问题当中，你有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去用心去安慰他，去懂他。我当时很生气，我有点孤立，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你有没有给他一些心理上的支持，不是拳头上的支持？所以多懂他的那份孤独难受的心情，他也可能就化解了他的抱怨。他的眼泪我觉得应该说到他内心里去了，所以在此时此刻你能够读懂他的心，你就是他心目当中的奥特曼。谢谢。开始看小片啊，是说女生要的是男生给的安全感，其实实际一聊呢，得反过来。现在男生非常没有安全感，因为女生所有种种的表现都是对于她的现状的不满，实际要求的你是什么？要求的是你的关注。其实从你们两个性格来说哈，女孩好像更想法简单，有时候一些行为是不受控的，而男孩呢，是反而他是柔弱一些、软弱一些，不想直面跟人发生冲突，这两种性格在一起还是蛮配的。如果说这个男孩跟你的性格是一样的，麻烦了，这事儿闹大了会升级的。反而他这种比较软的性格呀、委婉性格，它是可以缓解你当时可能出现问题的状况。但是恰恰他要的你是什么？这两件事表明了，并不是说你不够强壮，而是说你根本就不在乎他在乎的事情。他的鞋丢了多么着急，你为什么不能想方法帮他解决呢？他受到了客户的质疑，甚至于是威胁，你为什么不能帮他去解决问题呢？不是说一定要替他出头去打架，不是，帮他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你是根本就不在乎他心中感受，不够关心他。他为什么要去和别的客户去一起去吃饭呢？以前没有吧？因为他过去诉苦啊。你真的怎么想的？你告诉他。其实真正的表达就是，你到底关心不关心我？你到底爱我有多少？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吧？为什么你自己关注自己事儿而不去关心他呢？这点做好了，其实所谓的安全感全都有了。就这样。我见过很多肌肉发达但却很怂的男人，我也见过很多身体瘦弱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男人，我也见过很多能够潇洒地为女人打一架但一个星期之后就能把你甩了的男人，我也见过那些躲在女人身后却能够在你病的时候为你端茶送水的男人。你要哪种？也许你会说，如果他既有满身的肌肉却又细如发丝，那该多好。对不起，这样的人很少，即便有不一定属于你，因为你没有那么优秀，你不足以拥有那样的男人。所以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要有所取有所舍。当看着别人不完美的时候，看看自己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什么样是一种好男人？如果非要说一种好的爱人或者是标准爱人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勉为其难的说有一种，就这种男人对自己的爱人以及身边所有的事物，对你的家人，对于生活当中所有的家庭琐事，他都有一种认真而又朴素的态度。
认真是因为他在乎你，同时对生活他负责任，每一件事都很认真的去对待。虽然有的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会尽全力。说他朴素是他从不吹牛，不会只在女人面前展示肌肉，或者潇洒的为她打一架，展示自己男人的雄风，却毫不顾及自己爱人的感受。所以说，如果一个男人有认真而朴素的对你的态度，这大概就是一个好男人。男生，我只对你有一点，尽全力，不是遇见事情就是回避，你说呢？你有多大力就使多大力出来，如果你不行，你可以跟他说，亲爱的，我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强壮，我只能在我有限的范围之内做到我能做的。明不明白？明白。就这样，祝你们幸福。我有几个问题，其实特别想你思考一下。我想知道，做微商，如果真的产品质量有问题的话，作为客户来说，应该找谁？应该找我，然后我再找商级。对，也就是找你的供货商，对吗？嗯。那你有找你的供货商吗？也有过，但是你在代理这个产品之前，你认真的了解过它吗？认真了解过。你了解过所有的产品不一定针对所有的人吗？你了解过任何一个这样的东西，总有一小部分人是不可以使用的。所以这是我想跟你说的第一层意思。第二个问题其实也出现了，就是在两个人的互动关系当中，在不在乎特别重要，是这些细枝末节让这个女生觉得你不在乎她。在我听到那个跟保安冲突事件的时候，我心里面还真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做得不好。不是说让你替他打架，那我觉得当时、这件事情其实应该去问的、去调资料的应该是你，而不是他。因为第一，你不在情绪里，对吧？你应该把他安抚好，说你在家里待着，我去给你调录像，看看有没有。那这件事完全就可以缓冲了，对不对，姑娘？你没有做呀，你什么事都让他去前面了，所以他也会难受啊。所以你们自己看吧。学习成长吧，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都想让你变得男人一点儿。那其实我本身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咱俩认识也这么长时间了，你也应该知道。你嫌我不男人不什么的，你说你天天这样说我就是想男人一点，也让你说的不男人。然后你说就是那天你说为什么不能给我看一下你手机呢？我不是怕你生气吗？你不感觉两个人有什么事不说出来的话会更生气吗？我只不过就是跟别人倾诉，真的没有啥，都是想听听别人的意见。但是你考虑过我吗？哎，两位，谢谢你们，请回吧。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PPTV 巨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了解一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希望他们都能够快一点的长大，找到他们想找的那一个。